肆意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无论编造什么理由，都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无视和背叛。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包装，都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严重的侵犯，也是对台海和平的现实的威胁。当地时间2月18号，王毅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后，就外界高度关注的话题与主持人伊辛格进行互动。伊辛格是德国资深外交官，2008年至2022年曾担任慕安会主席。他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了台海议题。Team signals to me that our time is already up, but I don't think, sir, that this discussion would be complete if we didn't have at least one final minute. We don't have more time than that.For you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that a military escalation over the Taiwan issue is not imminent.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现在今后也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的现状。而要改变这个现状的不是我们，而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强调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台湾问题上，也同样要坚持这一原则，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重大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王毅表示，台独行径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要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必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而言，那么外部势力的一个介入，那么某种程度上对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策动，包括引导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勾连啊，这样一种共同的向前的这样一种冒进，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对于当前的台海和平稳定，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进入2023年以来，美国及蔡英文当局继续大幅推进美台勾连，在多领域通过连串切香肠动作，不断强化美方对台湾地区的控制与渗透。有观察指出，美国及台湾地区即将进入选举周期，这也将导致台海局势更加凶险。台当局外事部门19号公布，4名美国议员已抵达台湾，并与蔡英文会面。这也是美国新一届国会开议不久，再度有跨党派议员窜访台湾。据悉，此次美方主要为了了解台湾半导体产业以及台湾与硅谷之间的经济联系。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5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吴钊燮和顾立雄带领的台湾代表团周末窜访美国，将与白宫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范纳举行所谓安全对话。据悉，地点不在华盛顿，而是在附近的阿灵顿。值得注意的是，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17号窜访台湾，成为拜登总统任内迄今赴台的最资深防务官员。另外，拜登不久前签署的2023财年拨款法案，包含对台湾地区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贷款，资助包括联邦官员在内的美国公民到台湾学习交流2年，以及拨款推动台美之间军事训练计划等内容。而为了迎合美国方面的一再要求，蔡当局也在去年底宣布，自2024年起将现行的4个月义务兵役期恢复为1年期义务役，同时强化部队训练内容，并声称将引进美军模组化训练，推动全面实战化。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由于它这样一个保守势力，这样一些所谓的反华挺台的力量，不断的去扩大他们的声音，不断的去塑造舆论，不断去影响政策。特别是我们看到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台之间在这种所谓的基于包括高层互访的领域，包括军事勾连的领域等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敏感的一些问题上，那么不断的有大量的这样一些试图去越格破线的这样一些挑衅的行动。多年来，美国政府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次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高，武器越来越先进。
针对美台军事勾连，中国商务部16号正式宣布，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这是2020年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施行以来，中方首次运用这项规定，对涉及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进行制裁。公开资料显示，洛马以开发与制造军用飞机闻名，是售台武器数额最大的军火商，包括台军新购的66架 F-16V 战机，现以 F-16战机的性能提升，爱国者3导弹、标枪导弹等都是洛马的产品，而台军使用的多型导弹多为雷神公司的产品。我们也看到啊，中方在这个包括法律武器上，在经济的这个手段上，也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些新的一些工具箱。那么相应的，我们看到这些年来也都是在实践中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果。王毅在答问时也被问到台湾问题，台当局近来也与美方勾连不断，那您对此怎么看？慕安会一直以来被视为西方抱团取暖、展现团结的舞台，更多的关注欧洲的地缘政治问题。最近几年已经有点北约家庭会议的趋势了，主题一直聚焦乌克兰危机，但这一次德国媒体非常敏锐地指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更吸引眼球注意。我觉得这折射了一个趋势，那就是欧洲许多国家在美国的引导下开始建构所谓台湾问题乌克兰化的议题勾连，这是一个非常毒辣的议程设置，它的底层逻辑在于营造中国的所谓侵略者形象。它不仅混淆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更是暗暗赋予了台湾所谓国格。王毅非常敏锐，由于时间有限，他没有展开，而是直截了当地点破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那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那么究竟是谁在改变台海现状呢？是台独分裂势力。请注意，在这里王毅没有用台独分子的传统表述，而是使用了台独分裂势力。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个势力不仅仅存在于台湾岛内，还活跃在中国境外，他们相互勾连、拉帮结派，自成一股势力。王毅说，台独行径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在我看来，这种行径无论是来自岛内还是来自外部势力，都将与和平稳定水火不容。此外，王毅还特别点出，当大家在讨论乌克兰局势时，都反复强调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在台湾问题上也同样要坚持这一原则，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重大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我留意到布林肯在见王毅时明确提及了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说一套做一套，倒是有点生怕台海过于和平稳定了。到底是谁在期待又一场战争爆发呢？王毅明确告诉布林肯，要维护台海稳定，就必须坚定反对台独，真正坚持一中原则。真正坚持4个字很能说明问题。我想，如果时间充裕，王毅应该可以很全面地回答伊申格尔的提问：台海紧张局势是否真的迫在眉睫呢？完全看台独分裂势力是不是真的要把事情做绝，台独行径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好，谢谢吴畏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